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全网黑到顶流图榜，诚意这波打脸操作让多少资本破防了？谁能想到，去年还在被炒股偶专业户的诚意，今年直接杀疯了。商务代言1周官宣3个。高奢品牌排队递合同，连优酷和爱奇艺为了抢它差点打起来，这剧情比莲花楼还刺激。当初琉璃云歌会被骂上热搜时，多少人等着看他凉透，结果这哥闷声憋大招，3年3爆剧直接封神，现在连帝舵表都请他接棒贝克汉姆和周杰伦。网友辣评：内娱爽文男主，剧本都不敢这么写。逆袭剧本。从查无此人到商务收割机，当初琉璃爆火时，诚意的商务资源还惨到只有 OLAY 一个品牌大使。云歌会风波后，全网骂他不尊重女主，连粉丝都担心他会被资本抛弃。结果这哥直接开启闭关模式，埋头扎进剧组，一部接一部拍戏。直到沉香如屑一人分饰3角，莲花楼豆瓣 8.5 分口碑炸裂，资本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剧抛脸才是流量密码啊！今年他的商务直接开挂，2月官宣 Misting 全球防晒代言人，5月1周连签帝舵、优酷、有棵树3个顶流资源，品牌战报里销售额暴涨732%的数据看得人眼红。最离谱的是优酷。直接把阿里总部大楼改成他的应援主题乐园，这牌面连顶流看了都得酸一句：诚意，你让平台卷成这样礼貌吗？2. 演技和武器，吐血戏出圈，打戏封神。诚意的演技有多绝？网友总结：他吐的不是血，是观众的眼泪。琉璃里时事虐恋。他吐血吐到被做成表情包，莲花楼里李莲花一边咳血一边破案，弹幕疯狂刷屏，求编剧给他输点葡萄糖吧。更绝的是打戏吊威亚摔断腰还要亲自上阵，行云流水的动作直接让武侠迷集体高潮，这才是古偶男主该有的武力值。这哥还是个细节控，演法官连小指翘起的习惯都要模仿到位。法律从业者看了直呼 DNA 动了，难怪最高法都亲自点赞底线。粉丝调侃别人他防他普法，内娱反套路第一人。3. 6边形战士的终极奥义，佛系圈粉，闷声干大事。你以为诚意只会演戏？错，这哥简直是内娱反差萌天花板。综艺里玩泼水游戏，秒变人形喷泉。直播官美颜直接素颜对脸，粉丝笑疯，别人立人设，他直接拆台。可偏偏这种笨蛋美人操作，反而让网友越扒越爱。早期微博全是健身打卡和读书笔记，疫情时手写300封信感谢粉丝，考古零黑料，妥妥的内娱清流。更绝的是他的长期主义，默默拍戏13年，从龙套熬成顶流。采访时淡定说红不红是玄学，我只管演好戏。如今手握狐妖小红娘、英雄志等爆款预定剧，连腾讯和爱奇艺都为他打破番位之争。网友预言2024年内娱姓什么？姓程。诚意的逆袭简直是对流量快餐时代的一记暴击，没有炒作，没有捷径，全靠戏，疯子式的死磕。如今他代言接到手软，剧粉和品牌方集体真香，这波打脸资本的操作你看爽了吗？评论区蹲一个亿学家，咱聊聊下一个被他带飞的品牌会是谁？诚意哪部剧让你垂直入坑？琉璃吐血战神与司凤，莲花楼美强惨李莲花，底线普法达人周易安。被他直播官美颜的憨操作笑死，总有人往诚意身上泼脏水。这潭浑水可比你想的深，扶着老戏骨下楼，竟被骂成了戏霸，这可是天大的冤屈呀！最近英雄志的拍摄幕后搞得吃瓜的路人们都惊得下巴快掉了。
从琉璃云歌会开始，这位横店的老大爷就好像天生就是个招人烦的体质。在这个娱乐圈如战场般的地方，朝他扔的那些污水，真的是小朋友打水仗用的水枪，还是大叔管道里的猛水啊？动了谁的奶酪？艺人商业价值榜，程毅如黑马直窜男星前5，这比他飞天遁的本事还让人啧舌。某品牌的总监心里嘀咕，现在要请他代言的提前备好3种方案，省得被别人抢了去。最搞笑的是某个矿泉水的代言风波，家里曝光了他拍戏时拿着瓶装水的幕后照片，硬是给他扣上了不环保的大帽子。结果粉丝们立马把真相翻出来，那明明是循环利用的道具瓶嘛！古装剧的赛道上呀，水下可真是风起云涌，水很深呢。某个平台的待播剧排行榜前10名里，程毅一口气霸占了3部，简直让人按下了怕炸按钮。那些黑粉简直就是放大镜，从发型到靴子的高度都要挑剔。连原声的台词也能被扭曲成水平不行。那段火的不要不要的程毅结巴录像，其实是因为他耳朵里嗡嗡的，干脆停下来不说话了。短视频平台把2分钟的精华都给刮了，只剩下8秒儿的卡卡卡，结果播放量直接爆炸破亿。更过分的是 AI 换脸技术被滥用，把他在底线中饰演法官的严肃形象移花接木到仙侠剧场景，炮制演技模式化的虚假证据。考古爱好者出马了，挖出他10年前的选秀录像，开始质疑他的双眼皮是整形做出来的。医学大 V 急速出来辟谣，这明明就是标准的蒙古者，动手术反而可能把眼睛搞得更糟。这出喜剧最搞笑的是，真粉丝居然开始琢磨如何拥有同款蒙古者。程毅的反黑小分队的姑娘们大概没料到，自己熬夜辛苦做的澄清图，竟然变成黑粉们的创作灵感。职业黑粉大肆收购粉丝评论工具，把哥哥好棒改成哥哥好种，恶意传播。同人圈的泥巴艺术成了重灾区，女装小说片段一不小心泄露，搞得不少路人对他一脸懵逼。程毅根本不懂怎么向人诉苦求安慰，不知道如何搞段子增加人气，也没兴趣出门活动让大家记得他。上综艺的时候，一声救命啊就能让全场安静3分钟，搞得主持人都急得想扔提示牌过来。他虽然傻乎乎的，但正因如此，他把莲花楼里那李香怡演绎的相当到位。就像老戏骨王劲松说的那样，现在愿意专心琢磨角色的年轻演员真是没几个了。下次再看到程毅的热搜爆炸，不妨先问自己3道选择题：他的新剧是不是快要上线了？刚才是不是刚刚给官方捅了个大喇叭？你们的时间安排会不会跟那家伙撞个满怀？在这娱乐圈，人均都带着800双眼睛，被骂反而成了个炫酷的认证，毕竟谁会费劲给一块普通石头泼墨呢？